从今天开始，天启正式进入 AI 开发时代。我们邀请到海外归来的 AI 架构专家林雅琪。传统程序员写代码慢、笨、重复 ，AI 会让研发效率提升10倍。苏婉，天启科技核心架构师，星河交易系统的真正缔造者。10年里，支付、订单、清算、风控、会员，全靠他一层层垒起来。系统炸过，库崩过，链路断过，每一次都是苏婉守在机房。只是这些功劳，没人写进发布会的大屏。过去那种靠人熬夜堆系统的时代该结束了。AI 当然能提效，可苏婉比谁都清楚，真正撑住一套大型交易系统的，从来不是台上几句漂亮口号，而是底层架构、异常回滚、容灾预案和无数个没人看见的深夜。发布会刚结束，林雅琪就踩进了苏婉10年的地盘。苏工，把星河全部源码、部署文档、接口清单发给我，我准备让 AI 做一次智能重构。星河不是普通业务系统，里面有历史账务接口，有异步补偿链路，还有多层密等锁。没有完整理解底层逻辑，不能随便重构。苏工，你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旧时代架构师思维。现在不是靠人熬夜堆代码的年代了，真正高效的人会让 AI 替自己工作。苏婉，公司引入 AI 就是为了摆脱过去那套低效开发模式，源码交出来，别耽误公司升级。几名老员工下意识看向苏婉。你确定要把星河交给一个连真实链路都没跑过的人重构？他是海归 AI 专家，你要学会配合。配合2个字一落，默认了苏婉这个把系统做出来的人今天要让位了。夜里，苏婉在工位前，屏幕上的链路像一张他用了10年才织起来的网。这套系统，苏婉写了10年，他知道每一个旧接口为什么留下，也知道每一行看起来多余的冗余代码背后都救过多少次事故。可在别人眼里，这些如今都成了落后和复杂。苏姐，真要给他吗？他白天连清算补偿连路都没问。源码是公司的，我按流程交，但没有理解系统的人拿到源码，也只是拿到一堆字。这是 AI 重构后的星河系统，订单生成、支付模拟、用户查询、会员积分，全都秒级响应。这速度比老系统快多了 ，AI 果然是趋势。这套所谓 AI 智能重构版数据是假的，流量是假的，用户行为也是假的。说到底，还是苏婉10年前搭的架构，只是被林雅琪换了层皮。各位领导，这是我们星河系统的重构。这就是林雅琪入职1周的成果，他用 AI 完成了对星河系统的智能重构。这个演示不能上线。苏婉，你什么意思？ AI 把账务密等锁重写了，演示环境看不出问题，但真实支付高并发下可能会出现重复扣款，还有清算补偿逻辑被它压成了单层回滚，只要上游回调一延迟，订单状态就会错乱。苏工，你说的这些 AI 早就考虑过了，别把历史包袱当成技术深度。说到底，你不是担心系统，你是不甘心吧？考虑过不等于他理解过。我质疑的不是 AI， 我质疑的是未经验证就上线。够了，苏婉，你是不是看新人做出了成绩，心里不舒服？苏婉以前一直负责星河，现在被新人超过，心里有落差也正常。技术人都有这种毛病，喜欢把简单事情搅复杂。看着眼前曾经依赖过星河的人，眼神冰冷。他熬夜在机房写补偿方案时，没人说他落后。今天，一个只会包装的人站上台，他10年的功劳就变成了旧时代包袱。星河之后由林雅琪负责升级，苏婉，你暂时转去做边缘模块维护，也正好学一下 AI 开发思维。苏工放心，以后你可以负责给 AI 生成代码，做人工校对，经验还是有价值的。你们会后悔今天这个决定，真正该后悔的是跟不上时代的人。星河不是不会崩，是我一直没让他崩。会议室里气氛热烈，
AI 智能重构版上线方案被投在大屏上，秦牧阳坐在主位，神色谨慎又兴奋。今晚12点，新版星河全量上线，这会是天启 AI 战略的第一场胜仗。市场需要一个信号，我们必须证明 AI 能改变天启。苏婉翻看上线计划，越看脸色越沉。没有灰度，没有真实流量压测，也没有回滚预案。AI 已经生成了自动修复模块，即便上线中出现问题，也能边跑边修。交易系统不是宣传片，用户的钱一旦出错，不会给我们第二次试错机会。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可秦牧阳只是皱了皱眉，没表态。陈志远却彻底不耐烦了。苏婉，你到底想说什么？延期，至少做完灰度压测和回轮演练再上线。延期？天请 AI 升级发布会刚开完，你现在让公司自己打自己的脸？陈志远直接拍板，上线照旧，风险 AI 会处理。这一句落下，苏婉就知道他们不是在做技术决策，是在做面子决策。苏婉把手里的方案放下，第一次不再讲技术，而是直直看向秦牧阳。秦总，如果今晚出事故，谁签字负责？秦牧阳一顿，还没来得及说话，林雅琪已经先一步接了话。我负责结果，但苏工没必要这么激动。你负责结果，那重复扣款、清算错乱、权限串单之后，是你去赔用户的钱，还是公司赔？陈志远脸色更难看。够了，苏婉，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再碰核心系统。从今天开始，你去边缘模块维护组，核心上线不需要你插手。会议室里没人替他说话，连那些最清楚星河到底有多复杂的老员工，此刻也都沉默地看着桌面。苏婉终于明白了，今天他们不是要他配合，是要他闭嘴。周子恒猛地站了起来。陈总，这不公平！他看了一眼那份调岗通知，没有犹豫，直接撕成2半，全场一静。我辞职。苏婉平静地合上电脑，把黑色笔记本放进包里。没有我，天启很快就会知道星河到底是什么。苏婉转身走出会议室，身后陈志远对高层说道：“不用管他，有 AI 在，星河离了谁都赢。”技术部的工位还亮着灯，苏婉收拾得很快，桌上最后只剩一只旧键盘，一本写满著述的黑色笔记本，和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苏姐，你真走啊？他们根本不知道星河有多少坑。我提醒过了。可上线后真出事怎么办？出事的是他们，不是你，也不是用户。他把公司文档、源码、移交清单全部按流程发出。林雅琪这时走过来，一眼就看见他手里的黑色笔记本。这个也交一下吧，你个人记录里应该有不少星河维护细节，这是我个人工作习惯，不属于公司归档资产。一堆手写笔记而已，谁稀罕 ？AI 可以生成更完整的说明。希望它也能生成凌晨3点旧系统的经验。苏婉抱着箱子走出天启大楼，身后大屏还在滚动宣传 ：AI 智能重构版星河今晚0点上线。他不是没感情，这里有他10年的青春，有他写下的第一行星河代码，也有无数个只有他守在机房里的深夜。可一个不尊重专业的地方，留不住真正的技术。周子恒追了出来，眼眶有些发红。苏姐，我以后还能联系你吗？工作上的事儿走公司流程，做人上的事儿随时。那你以后去哪儿？话音刚落，苏婉手机响起，来电显示陆时燕，云创科技。云创会议室简洁明亮，陆时燕坐在主位，面前摆着一份事故预测报告。他抬眼看向苏婉，没有寒暄，开门见山：“苏工，欢迎来云创。我看过你在天启的系统设计，外部能看到的资料不多，所以我看的是事故风险。如果今晚天启全量上线，第一处报的应该是支付回票，第二处是权限继承，第三处是清算补偿。如果他们还打算用 AI 自动补丁应修，事故会扩大。你懂系统？我不写核心代码，但我知道，真正的架构师不能被一个会演示的人替代。陆总，他刚从竞队出来，直接让他接触核心系统，风险太大了吧？10分钟。能看出我们系统最大的坑吗？这里3个月前应该出现过凌晨卡死，原因不是数据库慢，是服务互相等锁。云创团队瞬间安静。云创的新系统，你说了算。另一边，天启上线倒计时进入最后1分钟。AI 时代，
开始了。指挥室里坐满人，大屏幕上 AI 智能重构版星河进入上线倒计时。3、2、1，上线！系统切换成功，监控大屏全绿，订单链路正常，支付成功率正常，接口响应比旧版快40%。陈志远激动鼓掌，转头看向秦牧阳方向，满脸都是成了。漂亮，雅琪，这次你立大功了。这只是开始 ，AI 会证明传统建构时代已经过去了。周子恒坐在角落，始终盯着支付回调日志，眉头越皱越紧。真正危险的系统事故，从来不是一上线就爆炸，它会先给你一段漂亮的平静，等你放松警惕，再从最深的链路里裂开。半小时后，第一条红色报警跳了出来，支付状态异常。有3笔订单重复扣款，还有10几笔付款成功，但订单显示未支付。陈志远脸色一变，雅琪，怎么回事？林雅琪强撑镇定，手指却明显快了起来。小概率同步问题 ，AI 自动修复模块会处理。他立刻输入指令，让 AI 生成紧急补丁。补丁上线，下一秒，大屏红色报警不减反增。催款状态也乱了，订单补偿队列堵住了，用户开始投诉了。周子恒猛地站起来，不能继续自动补丁。苏姐说过，支付回调和清算补偿不能合并修。林雅琪怒视他，你现在还要替他说话？我是在替系统说话。云创办公室里，苏婉正在画星链架构草图，陆时燕端着咖啡走来。天请上线了。我看看。苏婉打开手机，行业群里已经有人开始发消息。苏婉看了一眼，没有幸灾乐祸，只是眼神更冷了一些。你预测对了。这不难预测，难的是他们明明知道风险，还是把用户推上去试。手机震动，周子恒发来消息：苏姐，第一处爆了。苏婉沉默片刻，回复：保存日志，别背锅。天启指挥室一片混乱，客服电话已经爆库，大屏报警接连跳红。陈志远不去看日志，第一时间却开始压消息。所有对外口径统一，就说是旧系统遗留历史问题。周子恒震惊地抬头：陈总，这是 AI 重构后引发的。陈志远冷冷看着他，只问了一句：旧系统是谁负责？周子恒脸色瞬间白了，他终于明白，这群人不是想修系统，是想找人背锅。林雅琪像是突然松了一口气，立刻接话：确实，苏婉离职前没有完整交接，导致 AI 理解旧代码困难，这才是根本原因。周子恒气得拳头发抖。你们不能这么说。周子恒，注意你的立场。第二天凌晨，天启对外发布公告。苏婉看到公告，眼神彻底冷了。他打开电脑，调出一份份离职交接文件。想甩锅，那就让所有人看看，锅是谁亲手端上去的。云创办公室只剩几盏灯，苏婉盯着天启刚发出的公告，眼神一点点冷下来。因前架构师苏某离职交接不完整，部分历史模块出现异常。天启系统炸了，用户重复扣款，订单状态错乱，客服投诉爆仓。可他们第一时间想的不是修系统，而是找一个已经离职的人去替他们挨骂。陆时燕放下咖啡，目光微沉。需要云创法务出面吗？不用。他打开电脑，调出一份份文件：离职交接清单、星河源码归档记录、AI 重构风险提示会议纪要，不建议全量上线邮件。他们不是说我没交接吗？那就让所有人看看我到底交了什么。天启指挥室一片狼藉，红色报警还在不断跳，技术员们忙得脸色发白，林雅琪和陈志远却在盯舆论。舆论压下去了吗？公告已经发了，只要把问题定性旧系统历史遗留，苏婉就脱不了干系。周子恒终于忍无可忍，猛地抬头。苏姐离职前明明提醒过，会议纪要里写得很清楚 ，AI 重构版不能直接全量上线。周子恒，你现在是天启员工，还是苏婉员工？
周子恒脸色一白，一个离职的人留下的文档不完整，害公司出事故，这不是很合理吗？林雅琪顺势补刀，语气轻蔑又干净。周子恒没再说话，可他悄悄把异常日志和内部邮件全部备份进了自己的加密盘。网上舆论开始发酵，有人骂苏婉离职不负责，有人骂天启推锅。苏某2个字开始在行业群里流传，像一盆脏水，狠狠往他身上泼。堂堂电话打来，语气急得不行。婉婉，再不回应，他们真要把锅扣死在你头上了。我已经回应了。一份份带时间戳的文件被放了出去，没有哭诉，没有喊冤，也没有卖惨，他只是把证据一张一张摆上桌。网友评论迅速反转。他提醒过，天启还敢上线？这不是交接不完整，这是管理层不听人话吧？ AI 背锅，人背锅，反正陈志远不背锅是吧？云创团队围坐在会议室里。苏工，这些风险你全都提前写了。有人看完苏婉放出的材料，神情复杂。写了，但写了不代表有人会看。陆时言看向众人，语气很稳。这就是我请苏婉来的原因。他不是只会写代码，他知道系统什么时候会死。众人沉默。下一秒，苏婉打开云创当前系统架构图。从今天开始，我们做新系统，名字叫星链。大屏亮起，星链计划。另一边，天启客服中心电话爆满，百川电商负责人怒声传来：我们预售马上开始，如果今晚之前修不好，天启就等着解约吧。大屏亮起，星链计划。苏婉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马克笔，一笔一笔画出新型的系统骨架。订单、支付、风控、清算、权限、容灾，每一层都被他拆得清清楚楚。和林雅琪那套华丽炫目的 AI 重组版不一样，这一套图密密麻麻，冷静、克制，甚至有些难看。星链不是星河的复制品，苏婉不会把旧公司的系统照搬到云创，她更不会像林雅琪那样拿几段演示代码和几张漂亮流程图就敢把用户推上去试刀。星链是一套从底层开始就防着出事的系统，它不追求好看，它只追求活下来。苏工，如果不用 AI 全量生成，效率会不会太慢？会慢一点，但系统上线后不会拿用户的钱和数据替我们试错。会议室安静了一瞬，这句话不重，却像一把刀狠狠插进所有人的脑子里。资源你提，我批。苏婉转身看向整个团队，眼底没有半点刚来新公司的客气。我要3组人，一组做交易链路，一组做权限安全，一组做容灾演练。今晚之前跑出第一版压力模型。今晚，这也太赶了吧？赶？他回头看着那人，语气很平，眼神却冷。昨晚天启上线1个小时不到就开始重复扣款，现在百川预售压在头上，你们要是觉得慢慢来也行，那就等着看别人一夜丢客户。短暂沉默后，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做不到的，现在可以退出，我不来。没有人动，反而整个会议室的空气都一下绷紧了。这一刻，他们终于真正意识到，苏婉不是来找工作的，她是来狠狠干带着云创抢命的。天启大屏报警不断，客服投诉量已经翻倍，一堆人满头大汗的守在屏幕前，像守着一台随时会炸的定时炸弹。百川那边要求今晚必须给出修复方案，否则就要暂停合作。陈志远脸色铁青，额角青筋突突直跳。雅琪，你不是说 AI 自动补丁能处理吗？ AI 正在学习旧系统依赖，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它一定能把问题压下去。周子恒站在角落里，手里死死攥着一叠日志，终于忍不住出声：不是学习的问题，星河的支付链路有3层历史补偿 ，AI 把它压成1层，补丁再多也会乱。所以你的意思是，还是苏婉最厉害？我的意思是，系统不认面子，只认逻辑。面子2个字狠狠干戳在陈志远脸上，陈志远猛地拍桌，震得桌上的水杯都晃了起来。够了！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今晚之前必须修好，百川不能丢。可问题是，现在他们最怕的不是系统修不好，而是百川一旦发现天启不是暂时出问题，而是从根上就开始烂了，那第一个走的就绝不只是百川。云创团队连夜攻坚，屏幕一块块亮着，白板写满密麻麻的链路图。苏婉站在最中央，一边拆解原有系统问题，一边重新梳理迁移顺序。苏工，融资切换要做到秒级，会不会太激进？不激进，真正出事故时，用户不会等我们开会。这里再加一道熔断，哪怕上游炸了，底层账务也不能跟着死。大屏开始跑压力测试模型，众人屏息呼吸。10几秒后，第一条结果跳出来：交易链路压测通过，异常回滚成功，权限隔离正常。有些人站在台上讲 AI 改变世界，
有些人坐在深夜里，确保世界不会被几行错误代码拖垮。苏婉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眉心，她眼底全是红血丝，脸色也白了不少。陆时燕站在玻璃门外，看着她这副模样，神色第一次真正变得复杂。她走进来，把一杯温水递给他，辛苦了。这只是开始。百川会议室里灯还亮着，大屏幕上是天启昨晚到现在的事故报告，每一条报警，每一次重复扣款，每一次客服投诉，都像针一样扎眼。天启给的修复方案还是 AI 自动补丁，风险太高。云创呢？他们刚搭出星链雏形，稳定性未知，但架构思路更靠谱。更靠谱3个字落下，整个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明天同时约2边，谁能保住预售，我就用谁。天启和云创同时收到百川邀约，陈志远死死盯着那封邮件，脸色阴沉的能拧出水。苏婉看完邮件，只说了一句：“第一个客户要走了。”百川会议室气氛紧绷，天启和云创分坐两侧，桌上没有咖啡，没有寒暄，只有一份份事故截图和预售倒计时。我们只问一个问题：双11预售前，谁能保证系统不再出错？陈志远抢先开口，表情里还带着过去合作多年的那种习惯性强势。天启和百川合作多年，最了解你们的业务。这次只是旧系统历史问题，我们已经找到解决办法。林雅琪立刻打开 PPT， 大屏上满是炫酷 AI 流通图，箭头飞舞，术语一个比一个漂亮。我们会用 AI 自动分析异常，3天内完成全链路修复，效率至少比人工排查高10倍。百川技术总监眉头狠狠一皱，3天，我们今晚就要预售压测。林雅琪停了一下，仍强撑着微笑。AI 会加速这个过程，现在只是短暂震荡，不影响整体恢复。短暂震荡。他把一叠用户投诉截图狠狠干甩在桌上。你管重复扣款、订单错乱、客服报线叫短暂震荡？空气一下冷到极点，陈志远脸色一沉，林雅琪的笑也有点挂不住了。轮到云创，苏婉没有放 PPT， 也没有讲战略故事，他只是打开一套模拟演示环境，把电脑转向百川众人。我不能承诺永不出错，但我能承诺出错后系统不会把错扩大。他现场模拟3种故障：支付回调延迟、订单重复提交、服务器节点宕机。星链雏形系统自动隔离异常节点，回管交易状态，记录补偿日志，每一步都不是漂亮，但都稳得可怕。交易系统最怕的不是报错，是报错以后没人知道错扩散到了哪里。星链现在做不到替你们全量接团，但它可以先保住最危险的一段。百川负责人盯着屏幕，眼底第一次真正出现了松动。你敢今晚就进我们机房吗？敢。他答得没有1秒犹豫。如果出了事呢？我签字，我在现场，我不让 AI 替我签。这一句一落，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真正负责任的人说话就是这种分量。夜里，百川技术机房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守在大屏前，气氛绷得像要炸。天启给的是承诺，云创给的是方案，一个说3天后会好，一个说今晚先保住最危险的一段。苏婉亲自站在中控台前，带着团队做第一阶段迁移，先切支付回调，再切异常订单隔离。记住，只接风险最高的链路，别贪。流量进入，支付链路正常，异常订单自动隔离。大屏上，红色报警一条条熄灭。百川技术总监原本死死攥着的拳头，终于慢慢松开，稳住了。可苏婉仍旧盯着屏幕，1秒没放松。继续跑，1个小时内不要停。他不是不高兴，他只是太清楚，真正要命的事故从来都死在以为稳了这4个字上。陈志远接到电话，脸色骤变，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百川把部分流量切给云创了。林雅琪猛地抬头，眼底尽是不敢信。不可能，他们只是考察，不可能这么快切换。陈志远把手机狠狠干摔在桌上。他们已经切了。空气一片死寂，林雅琪的脸色终于彻底难看下来。这是她回国以来第一次真正在业务上被苏婉狠狠压住。苏婉一定是偷用了星河架构，不然云创不可能这么快。你有证据吗？林雅琪一顿，指尖一点点收紧。迟早会有。百川试运行结束，百川负责人当场签下临时迁移协议。苏婉合上电脑，另一边，陈志远拿起手机，拨通苏婉电话。苏婉，我们谈谈。酒店包厢里，陈志远提前点了一桌菜，菜很贵，酒也很贵，像极了他以前每一次要用人时的姿态。先摆场面，再谈人情。有事直说。现在星河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只要你回来，我可以给你副总架构师职位，薪资翻3倍，团队你自己挑。苏婉看着他，只觉得这个场景讽刺得很。林雅琪不是效率提升10倍吗？怎么还需要我这个旧时代程序员？这句话正是当初他亲手拿去刺苏婉的刀，现在终于又狠狠扎回了他自己身上。雅琪适合战略，你适合落地。哦，
抢攻的时候叫 AI 战略，救火的时候叫我落地。陈总，你这套话术 AI 生成的吗？包厢里安静的难堪，陈志远压下怒气，改打感情牌。星河毕竟是你的心血，你真忍心看他崩吗？我提醒过你，不做灰度，不做压测，不留回滚，是你们亲手把他推上去的。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百川已经动了，其他客户也会跟着走，你回来是双赢。不是双赢。他盯着陈志远，一字一句的把话撕开。是你们闯祸，我替你们擦屁股。擦完以后，功劳还是林雅琪的，锅还是我的。苏婉，你别忘了，星河的源码属于天启，你在云创做星链，最好别碰红线。苏婉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很淡，却冷得发寒。放心，星链比星河干净，因为它没有你们。说完，他转身就走。这一次，他没给陈志远留半点余地。权限模块异常，有用户反馈看到了别人的订单信息。不可能，权限模型是 A 重构过的，比旧版更通用。就是因为太通用了，星河以前有历史客户定制权限，不能直接套通用模型。闭嘴！不能直接上线，一旦管理员继承链被覆盖，后台也会乱。我说了 ，AI 会修。周子恒站在原地，脸色一下白透。他知道，完了，这回不只是订单和钱，是用户数据。支付错乱，还可以说是技术事故。数据泄露，就不只是赔钱。他会毁掉客户对一家科技公司的最后信任。怎么又炸了？苏姐说的第二处问题，爆了。通知天启和云创，明天我们重新评估合作方。会议室气氛压抑到极点，大屏上每一条用户投诉和企业异常截图都像一记记耳光。这次影响范围有多大？目前确认376个用户被越权访问，企业客户后台也出现短暂异常。这已经是重大安全事故了。问题根源还是旧系统，权限规则混乱，历史接口太多。苏婉当年没有做标准化，才导致 AI 重构困难。苏姐当年没有做标准化，是因为客户规则本来就不标准，她留了兼容层，你们把兼容层删了。所以你是在说我不如苏婉？我是在说，用户数据不是给你证明自己的道具。周子恒，暂停你核心权限，去外层接口组待着。他看着满屋沉默的高层，忽然笑了。原来不是系统烂了，是这里的人早就烂了。华信金融的邀约邮件到了，会议室里一瞬间安静下来。第二个客户来了。华信比百川更难，他们做金融，对数据一致性和权限隔离几乎零容忍。我们现在的星链雏形能接住吗？完整迁移接不住，但我们可以先做灾备接管方案。我们不是去抢客户，我们是去告诉他们，系统出事时谁能保命。你总是把话说得很冷静，因为事故不会因为热血少发生一次。华信会议室里气氛比百川还冷，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甚至连茶都不上。我不听战略，我只问，故障发生时谁负责？我们有 AI 自动修复系统，可以24小时响应。 AI 出错，谁签字？当然是天启技术团队。云创呢？ AI 可以辅助定位，最终发布、回流、用户数据处理由人签字，责任链写进合同。这一句把整个会议室说静了，因为所有技术人都知道，出事时最后总得有人负责。如果凌晨3点系统崩了，你能不能接电话？能，但更重要的是，系统应该在我接电话前先撑住。他现场展示星链灾备模型，最棘手的金融侧故障一跑，大屏稳得可怕。华信技术团队终于第一次真正露出了认可。周子恒工位被清空，核心权限被收回，他抱着纸箱下楼，楼下
堂堂正等着他。想清楚了？这里面有天启事故日系，还有陈志远要求统一甩锅苏姐的内部邮件。你会得罪天启？我已经得罪了良心。这一刻，周子恒才真正从天启的人变成了站到苏婉这边的人。第二个客户还不算赢，真正的硬仗是让天启承认自己输了。对外统一口径，事故责任全部压到苏婉离职交接不完整上。包厢里忽然安静的只剩呼吸声，苏婉听完，眼神终于彻底冷了。证据够了，该开第一场反击会了。他们这是把你当死人欺负啊！苏婉不喜欢吵架，因为她知道，在技术事故面前，情绪没有用，证据才有用。你想怎么打？开公开复盘会，不骂人，只摆事实。我来推流，让全行业都看看天启这口锅到底是谁端上去的。苏婉开启公开技术复盘直播。第一，离职当天，我已完成公司要求的全部交接。第二，AI 重构版上线前，我明确提出不建议全量上线。第三，天启管理层没有做真实压测，没有做灰度，也没有准备完整回滚方案。AI 重构版未完成真实压力测试，不建议全量上线。这不是交接事故，这是管理层硬冲业绩吧？直播间人数疯狂上涨，堂堂接着放出录音。对外统一口径，事故责任压到苏婉离职交接不完整上。直播间瞬间炸锅，有些锅扣在沉默的人头上最容易。可惜，苏婉从来不是没准备的人。谁批准把锅甩给苏婉的？秦总，当时舆论压力太大，我们只是先稳定局面。稳定局面。现在全行业都知道我们明知风险还强行上线。秦总，根本问题还是旧系统历史包袱太重 ，AI 不是不能修，是苏婉当初留下的链路太复杂。所以你接手之前不知道复杂，不知道复杂还敢承诺10倍效率。周子恒因站队问题被调到外层接口组。周子恒，别以为你偷偷把录音给了苏婉，我不知道。那段录音不是我给的。是不是你都不重要，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还在天启。我当然记得，所以我会把这里发生的事儿记得更清楚。第二个客户也要走了。我不听战略，不听口号，我只问一句：凌晨3点系统崩了，谁负责？我们有 AI 自动纠复系统，24小时在线响应。AI 出错，谁签字？当然是天启团队负责。那为什么第一次支付事故，你们把责任推给离职员工？我不能承诺系统永远不出错，但我能承诺，出错后故障不会继续扩散。主节点宕机，全线服务异常，支付回调延迟，星链灾备模型自动切换节点，隔离全线异常，交易状态回滚。你们把责任链写进系统了？对 ，AI 参与定位，人类确认发布，每一次修复、回滚、补偿都有签名和日志。陆总，这个方案你敢负责吗？我敢，因为苏婉敢把系统摊开给你们看。模拟主节点宕机。真正打动客户的，不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承诺，而是出错之后还有人知道该怎么收场。用户权限隔离成功，交易回滚成功，日记签名完整。继续跑压力，没有跑满3轮不算通过。华信金融决定启动云创灾备接管合作，天启原核心服务进入降级观察期。
华信选择云创，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 AI 重构的真正潜力。客户选择的不是我，是能对事故负责的人。华信丢了，论坛不能再输，你必须在全行业面前把苏婉压下去。查到了，林雅琪所谓海外 AI 核心项目负责人，其实只是项目展示顾问。他参与过演示材料，但没碰过底层研发。还有这个，他那篇所谓高引用论文，署名争议很大。你要不要现在报？现在报，观众会觉得是私人恩怨，而且他还没说到最痛。他最在乎的是海归 AI 专家这个人设，要让这个人设崩，就要让他在最懂技术的人面前崩。懂了，等论坛。这次论坛，媒体、客户、投资人都会看，你必须赢。我会赢。苏婉那套只是老工程师的危机感。别再出任何技术事故。论坛不是生产环境，演示我从没输过。他擅长演示，擅长包装，擅长把复杂问题讲成一个漂亮故事。可他忘了，真正懂技术的人不只看故事。苏工，论坛上林雅琪肯定会攻击你。他擅长演讲，观众很容易被带节奏。那我们就别带节奏，讲事实。事实有时候没 PPT 好看，那就把事实讲得比 PPT 更好看。论坛现场，我给你开放星链演示环境，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不怕我得罪人？云创请你来，不是让你忍气吞声的。林雅琪要证明 AI 可以替代架构师，而苏婉要证明的是另一件事。AI 不是敌人，无知、虚荣、逃避责任才是。AI 可以生成答案，但不能承担后果。海归 AI 专家林雅琪对战前星河架构师苏婉 ，AI 时代谁才该被淘汰？过去，程序员依赖经验；未来，开发者只需要提出正确问题 ，AI 会给出最优答案。传统架构师是生产力升级中的过渡角色。林雅琪很会演讲，她知道观众想听什么。更快、更省钱、更少人力，这些词永远容易让管理层兴奋。AI 能提高效率，我从不反对 AI， 但我反对把没有边界、没有验证、没有责任人的 AI 代码推给用户。系统出事故时，用户不会去起诉你的 prompt， 他们会起诉公司，他们也不会关心代码是谁生成的，只会关心钱有没有扣错，数据有没有泄露。所以 AI 时代，架构师不是没用了，架构师要做的是定义边界、确认责任，给系统留退路。既然两位观点不同，不如做一个现场挑战。我们准备了一段高并发支付系统样例，其中存在死锁和重复扣款风险。两位，谁愿意现场修复 ？AI 3分钟即可给出修复方案，我来。苏工呢？我可以等他修完再看。苏工这是怕了吗？不，我是怕你修完以后，问题会更多。各位请看 ，AI 已经识别死锁点并生成补兵。漂亮，
看出问题了。他只是绕开了死锁，没有处理回滚边界。启动第2轮真实压力测试。交易链路异常，补偿队链堵塞，死锁扩散。重新生成补丁，限制并发，重置队列，合并事务。订单状态错乱，支付补偿失败，回滚冲突。这不就是天启上次事故吗？他这是拿补丁堆补丁啊，越修越乱了。现场环境有问题，这段样例不符合 AI 正常输入条件。苏工，要不你试试？问题不在死锁本身，在事务边界。支付回调、订单状态机、清算补偿。林雅琪的补丁把3条链路合成了一条，看起来少了步骤，实际是把所有风险都绑在一起。一旦支付回调延迟，补偿队列会等订单状态，订单状态又等清算结果，清算结果又等支付确认。死锁就是这么扩散的。这是你事后分析，现场修复才算本事。可以。苏婉没有让 AI 替他写完整补丁，他只让 AI 列出影响范围。真正的边界、锁顺序、回滚条件由他自己判断。拆分事务边界，重排锁顺序，补偿队列隔离，失败回滚签名。第1轮测试通过，第2轮压力测试通过，第3轮极限并发测试通过。3轮全过，漂亮。苏工，所以你的观点是 AI 不能用于核心系统？不是，我的观点是 AI 可以帮人提高效率，但前提是人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会架构的人用 AI 写代码，只会把错误包装得更漂亮，而漂亮的错误最危险。这一战，苏婉不是赢了林雅琪，她赢的是一句话，那句曾经羞辱她的“你跟不上 AI 时代”。林雅琪，你再输一次，天启不会保你。他能靠星链赢，那我就把星链拿过来。苏工，3轮极限测试全部通过。林雅琪用 AI 堆了3层补兵，系统越修越乱。苏婉只改了4处核心逻辑，可这4处正是 AI 最难理解的地方：边界、责任、回滚和后果。苏工，所以 AI 到底能不能替代架构师？ AI 能替代很多重复劳动，但它不能替代一个人对系统负责。代码可以自动生成，责任不能。TPT 型 AI 专家翻车现场 ，AI 没错，错的是不会用 AI 的人。苏婉才是真架构师。林雅琪，你知道今天这场论坛有多少客户在看吗？现场环境有问题，样例也不公平。我不听借口，百川走了，华信也动了。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董事会会让你背锅。你不是说 AI 可以重构未来吗？那就拿出一个真正能压过苏婉的东西。我不会输给他。苏工，论坛视频爆了。现在全网都在说你才是 AI 时代真正的架构师。苏工，你都不高兴吗？高兴，但论坛赢了，不代表系统不会出事故。星链接下来要承接百川和华信的试运行，越是被关注，越不能出错。论坛后有5家客户联系我们，但我暂时只接2家。系统还没准备好之前，不为了订单透支你和团队。谢谢。你负责系统，我负责不让别人压垮你。如何击败一个资深架构师？如何快速构建超越星链的 AI 原生架构？如何证明竞对公司系统抄袭天启星河？抱歉，无法给您提供所需答案。
废物，都是废物。若需快速构建类似架构，可参考目标系统设计文档。参考目标系统。罗明，云创新入职后端工程师，负债记录，高风险。苏工，异常流量，像压力测试，在里面混了探测脚本。真正的攻击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砸门，它会装成正常流量，试探你的门锁、窗户、备用通道，一旦找到缝就钻进去。目标是什么？星链健全模块，对方想摸我们的权限边界。封掉。先不封，给他开一扇假门。苏婉快速搭建蜜罐模块，大屏上一个伪装成星链核心健全的假系统上线。对方进来了，他以为自己摸到核心了。攻击者开始下载假日历、假接口、假权限图，记录完整链路，不要惊动他。苏工，他开始提权了。让他提，给他一个假管理员。你早猜到会有人攻击。林雅琪不是会认输的人，他在论坛上输得越惨，越会想证明我也不干净。云创防守很硬，但已经摸到一部分健全接口。我要的是证据，能证明星链和星河有关的证据。技术上的事儿别问太多，钱到位我会给你想要的东西。不要留下我的痕迹。林小姐，越是这么说，越说明你不懂痕迹。苏工，源头经过多层跳板，但最后一个中转服务器和天启外包安全团队有关。报警。现在证据只能证明有人攻击云创，还不能证明林雅琪指使。你想继续等？对，攻击只是第一步，他真正想要的是星链代码，让他觉得自己成功了，他才会走下一步。星链，苏婉，你能写出来，我也能拿过来。本月还款逾期，请尽快处理，否则将联系单位。罗明，云创新入职工程师，技术不算差，却急于证明自己。更麻烦的是，他缺钱，而缺钱的人最容易被人用价格衡量底线。你负责的是边缘日志模块，不要越权访问星联核心仓库。我只是想学习一下整体架构。学习可以走申请，不要私下碰权限。这里面是20万，事成之后还有80万。我不能碰核心代码，云创权限卡得很死。我也不需要全部，只要星链部分架构图、边缘模块代码、接口关系，你拿到这些，我可以让你进天启，给你高级工程师职位。这犯法啊！你只是带走自己参与过的学习资料，真正的重构会由 AI 完成，到时候谁能证明它来自云创？他已经越权了。现在处理。不，他目前只碰到边缘模块，抓了也只是违规访问。你想放他出去？我想知道他把东西交给谁。这是什么？架构水印，正常使用不会出现，但如果被复制、混淆、重构，再运行到深度模块，它会自己显形。显成什么？你还挺有幽默感。剽窃的人值得一点仪式感。鱼咬钩了，生成全新 AI 原生系统。
林雅琪以为只要 AI 把名字改掉，把顺序打乱，把注释清理干净，偷来的东西就会变成自己的。可他不懂，真正的架构不在变量名里，在每一层逻辑为什么存在。就是它。他给新系统命名天启 AI 原生架构。这套架构不是星河，也不是传统系统，它是完全由 AI 辅助生成的新一代原生架构，可以让天启摆脱旧系统桎梏，重新回到行业中心。这东西来源干净吗？ AI 生成的，当然干净。陈志远没有继续问，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天启现在需要的不是干净，而是能救命的故事。有没有压测？正在做，但我建议尽快对外发布，抢回市场信心。全球开发者大军会还有名额，我们可以压轴发布。天启官宣了，林雅琪要在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 AI 原生架构。就是他偷走那部分。他不只是偷，还用 AI 混淆了。现在发律师函？不急，还不急，他们都要压轴发布了。他们偷的是半张图，越早建楼，他的越早。你确定水印会触发？只要他敢运行深度模块，就一定会触发。你到底埋了什么？一点小礼物。这里有循环依赖，不像完整架构，更像缺了关键路径。你想说什么？这套系统不能发布，你们上一次已经吃过亏了。周子恒，你现在还替苏婉说话，你最好想清楚，你还在天启。大会那天，天启会塌，但我们要先准备救用户。一场论坛失败后，林雅琪最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因为只要舞台足够大，包装就还能短暂盖住漏洞。天启一直是行业核心系统的开创者，我们欢迎竞争，但也反对某些离职人员将旧公司成果改名包装。陈总的意思是，云创星链涉嫌使用天启星河技术，一切交给技术和法律判断。他们偷我们的代码，还说我们抄他们，这也太不要脸了！婉婉，我可以发林雅琪履历调查了，这次直接锤死他。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也太能忍了吧！他现在要把我拖进舆论战，只要我情绪化回应，他就能把剽窃问题变成双方互撕。脏水最怕的不是骂回去，是拿灯照他。他们为什么这么冷静？他们不应该慌吗？别自己吓自己，全球开发者大会才是关键。只要我们发布成功，市场会选择赢的人。可如果他们真有开发记录，林雅琪，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天启也没有。发布会必须成功，否则你就是所有事故的负责人。苏公，我星链代码外泄是你做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欠了钱。林雅琪说只要边缘模块不会影响公司。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继续替他扛，最后一起被查。第二，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交付过程全部留下，作为证据。你不直接报警抓我？我不是给你机会，我是给真相留证人。去吗？当然，去看他把偷来的楼亲手盖塌。云创刚一战成名，内部却出了一个叛徒。比外部攻击更危险的，永远是往外伸的手。苏公，我错了，我真的只给了边缘模块。林雅琪说不会影响云创，她说只是拿去做 AI 参考。参考？你把公司架构卖给竞队，这叫参考？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我欠了钱，他们说再不还就要去我家里找我爸妈。欠债不是你偷代码的理由，但你现在还有一次补证的机会。苏婉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资料给罗明，这些全部备份，一份交给云创法务，一份交给第三方公证，
一份你自己保存。你不现在报警？报警只能抓你和一笔转账。林雅琪会说只是让 AI 参考公开资料，我要等他亲手把偷来的东西放到全世界面前。你要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收网。他选择的舞台越大，真相就越小。第二天，云创办公区内部安全会，苏婉演示核心代码和审计功能。从今天开始，所有关键模块都要有3层记录，谁访问、谁复制、谁调用，全部留痕。苏工，这是不是太严了？不是不信任你们，是技术团队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苏婉太清楚了，真正的工程成果，不只是写出来，还要守得住。罗明，你暂停核心开发，但证据配合期间，公司不会让催债的人骚扰你家人。谢谢苏工。别谢我，你欠云创的，后面慢慢还。苏婉，你赢了论坛又怎样？全球大会，我会把你彻底踩下去。再这样下去，天启的估值还要继续跌，必须拿出一个能稳住市场的东西。看着百川、华信等核心客户纷纷进入迁移评估，陈志远把新架构方案投到大屏。只要这次发布成功，市场会重新相信天启。我们不是被苏婉甩开了，而是已经进入下一代 AI 架构。这套架构压测过吗？演示环境全部通过，而且它是 AI 生成的新一代系统，比传统架构更灵活。我问的不是演示，是真实业务压测。秦总，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等完整压测，市场要信心，客户要信心，投资人也要信心。这是天启第2次犯同样的错，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他们只是觉得风险可以推后，掌声必须现在拿到。陈总，这里还有一点不稳定。大会上不会有人跑极限压测的，只要演示顺利就够了。如果苏婉当场质疑呢？我们先站住原创 AI 架构的名头，他质疑就是竞对抹黑。而且你不是已经让 AI 混淆过代码了？是，就算苏婉看见认不出来。林雅琪，这次你必须赢，否则天启所有事故都会由你背。基础演示通过，自动生成模块通过，深度链路。这里不是缓存延迟，是循环依赖。你们这套架构缺了核心路径。你懂什么叫 AI 原生吗？我不懂你们的包装词，但我懂系统崩溃前的样子。周子恒，你已经被苏婉影响得太深了。不是他影响我，是你们一直不肯面对事实。他们不是发布系统，是在把天启最后一根梁亲手。AI 原生架构不是对旧系统的修补，而是对传统架构师时代的终结。可解释为深度模型初始化。对，只是初始化，不会出事。人最容易相信的不是真相，而是那个能让自己继续往前走的借口。婉婉，你不会真打算救天启吧？我救的不是天启，是天启系统里用户数据和交易。可他们偷我们的架构，还倒打硬耙。所以真相要接，但系统如果拖垮线上服务，受损的是用户。你准备用当年星河的容灾思路？星河是我搭的，天启改坏了，但最底层的应急接口还在。只要他们没蠢到全删，我能把服务拉回来。如果他们不授权呢？等全场崩了，他们会求我授权。会议结束，陆史燕、唐唐3人先行离开。苏婉在走出会议室，迎面遇到林雅琪。苏婉，你来得真早，是怕明天输得太难堪，提前适应场地？我是来确认现场应急链路，毕竟你们的系统最擅长把小问题变成大事故。明天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才是 AI 架构的未来。未来不会属于偷来的人。你有证据吗？明天你会亲手放出来。
刚才那句话算宣战吗？算提醒，可惜他不会听。你紧张吗？我不紧张，他偷来的东西会不会爆雷？我紧张爆雷之后会有多少用户被牵连？明天我陪你上台，你负责救系统，我负责让他们没机会再伤你。希望他们准备好承受未来的代价。主会场座无虚席，海内外开发者、投资人、媒体齐聚。接下来有请天启科技 AI 专家林雅琪，他将发布天启全新 AI 原生架构。他曾夺走苏晚的星河，又在技术论坛输给苏晚。今天，他要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把自己重新包装成 AI 时代的第一人。传统系统依赖人脑设计 ，AI 原生架构则让系统具备自我重构、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能力。自动生成服务模块 ，AI 接口编排，智能容灾推荐，低代码部署。看起来确实很先进。如果稳定性过关，天启还有机会翻身。这套架构证明 ，AI 不是工具 ，AI 本身就可以成为架构师。到哪一步了？还没到深度模块，现在都是演示层。接下来，我将运行核心深度模块，它会展示 AI 如何在复杂业务中自动完成架构编配。深度模块准备完毕，线上镜像连接正常。卡了吗？是不是模型初始化？这是深度模型首次加载，稍等片刻。出发了，还差一步。为什么会有注释？切掉代码窗口。切不了，窗口锁住了。架构水印不会主动攻击系统，它只做一件事：当代码被切取时，它把自己是谁写出来。什么意思？剽窃？这是现场翻车了吗？不是，这是恶意植入，这是苏婉害我。后台切屏，立刻切屏！陈总，切不了，演示环境被锁定了。林雅琪以为 AI 能抹掉偷窃痕迹，可他不知道 AI 能改变亮明，能打乱注释，能重排结构，却改不掉真正的骨。苏工，这是否和云创有关？有关。这是云创星链系统的构造水印。你承认了，你就是故意陷害我。水印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触发：云创代码被非法复制、混淆，并运行到特定深度模块。如果你没有偷，它不会出现在这里。AI 生成的，这都是 AI 自动生成的，跟我无关。AI 会自动给云创工程师转账吗 ？AI 会自动让罗明把代码发到你的私人邮箱吗？是林雅琪联系我，她让我偷星链部分架构，说会用 AI 混淆，不会被发现。这是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陈总，发布还没结束，去哪儿？这件事我不知情，那你最好留下来，等调查人员问清楚。你就是嫉妒我，你怕我证明 AI 可以替代你，你怕自己这个旧时代架构师被淘汰。我从来不怕 AI 替代我，我怕的是你这种人拿 AI 当遮羞布，偷代码说是 AI 生成，系统崩说是旧代码遗留，用户受损说是效率升级的代价。林雅琪 ，AI 没有让你崩塌，是你撑不起自己的人设。不好了，天启线上服务被演示系统拖垮，支付、订单、用户中心全线崩了。你不只是偷了代码，你还把半成品接进了线上系统。
天启线上服务崩了，支付订单用户中心企业后台全线报警。剽窃只是开始，真正要命的是，竟然把偷来的半成品架构接进了天启线上系统。你把演示系统接进线上了？谁允许接线上镜像的？谁批准的？不是你说要让演示更有说服力吗？不是你说客户只信真实环境吗？我让你接镜像，不是让你把半成品架构挂到核心服务上。你现在想把锅甩给我？所有发布方案都是你签字批准的。够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现在还有多少客户在线？预计300多万用户受影响，其中有7家企业客户正在跑交易结算。这已经不是技术翻车，这是重大线上事故。一旦交易数据继续扩散，天启不只是丢客户，是要被监管追责。我们企业后台也登不上了。天启到底在搞什么？你们发布会演示把我们线上系统拖垮了。各位，请先冷静。你打算出手？我救的不是天启，是用户的钱和数据。我陪你。苏婉，你来干什么？你们系统崩了，如果继续让 AI 补丁乱修，数据会被2次污染。你能救？能暂时止血，但我要最高应急权限。不行，他现在是云创的人，给他权限，等于把天启核心交给竞争对手。陈总，现在不是你捂锅的时候。300万用户在线，7家企业客户在结算，你确定要继续赌？权限给你，先救系统。陈志远，你们连我当年留下的保命接口都没删干净。现在的天启系统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系统，它像一栋被拆过补过的危楼，表面还亮着灯，底下承重墙早就裂了。苏工，支付链路还在堵，补偿最劣，超过上限，再这样下去，交易数据会雪崩。先修支付，支付最要命。不修支付。你疯了？支付不修，客户损失谁负责？现在修支付只会让错误交易继续扩散，先切断污染源。这是什么？我3年前写的容灾方案，当时建议上线，但陈志远说太保守，影响 AI 战略效率。那只是一个未验证方案。未验证是因为你没让他验证，但我验证过。需要什么？3件事：冻结 AI 自动补丁，隔离林雅琪接入的混淆模块，把所有异常交易转入人工补偿聚链。照他说的做。自动补丁冻结成功。不能隔离，那是我的核心架构，隔离它，整个演示成果就没了。你的成果正在拖垮300万用户，你就是想毁了我。林雅琪，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吗？毁掉你的不是我，是你把偷来的半成品当成原创。支付链路止血成功，用户中心恢复基础登录，订单补偿聚联稳定，用户中心恢复，企业后台恢复止毒。林雅琪用 AI 包装的未来，陈志远用权力掩盖错误，而苏婉只用了10分钟就把天启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苏婉，谢谢。不用谢，系统只是暂时救回来了，账还没算。啊。苏工，请问刚才的事故是否和剽窃有关？有关，但我不靠一句话定性，我只展示证据。真正的反击从来不是谁声音大，
而是谁的证据完整到让对方脸表变都显得可笑。这是星链从零开发的完整记录，时间早于天启 AI 原生架构发布前1个月。水印不会影响正常运行，它只会在非法复制、混淆并执行深度模块时显形。林雅琪给我转账，让我窃取星链部分架构代码。他说会用 AI 混淆，不会被发现。这证据链太完整了，林雅琪完了，这不是参考，这是偷。我没有，我只是让 AI 参考了行业公开资料。罗明给我的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是云创代码。那你为什么用私人邮箱接收？为什么给罗明转账？为什么让 AI 做深度混淆？为什么在论坛之后第一时间联系黑客攻击云创健全模块？你怎么知道？你不只是偷代码，你还试图攻击云创，制造我们系统不安全的证据。这件事是林雅琪个人行为，天启管理层并不知情。你不知道，发布方案是你签的，接入线上镜像是你要求的，你现在想让我一个人背锅？你别胡说。陈总，不急，云创已经把所有证据提交给大会主办方和监管部门，你们谁知情，谁签字，谁审批，都会查清楚。天启完了。天启科技发布资格即刻暂停。林雅琪女士、陈志远先生，请配合调查。陈志远，你想让我死，那我就拉你一起下去。全球开发者大会惊现剽窃藏头诗 ，AI 专家林雅琪现场翻车，苏婉10分钟救回天启系统。一夜之间，林雅琪从天启海归 AI 女神变成全网群嘲的 PPT 专家，可真正压垮她人设的还在后面。第一，他所谓海外 AI 核心项目负责人只是项目展示顾问；第二，他所谓主导算法平台，真实工作是写演示材料；第三，他那篇高引用论文存在署名争议；第四，他从来没有主导过大型生产系统架构，现在发时机刚刚好。以前发别人会说你嫉妒他，现在发是补刀，也是事实澄清。发吧，但别夸张，他做过什么就写什么。放心，我最喜欢用事实打脸。林小姐，你是否承认收买罗明获取云创代码？我没有收买，那只是技术交流费用。那为什么用私人账户转账？你是否承认使用 AI 混淆代码 ？AI 自动处理的，我无法判断它怎么生成。AI 会自己联系罗明吗 ？AI 会自己攻击云创吗 ？AI 会自己接入线上镜像吗？他曾经把所有功劳都归给 AI， 现在又想把所有罪都推给 AI， 可 AI 不会替他坐牢。你去哪儿？我去配合调查。秦总，这件事林雅琪必须负责到底。她骗了所有人，如果不是你强推上线，如果不是你抢功甩锅，如果不是你为了融资节点不做压测，事情会走到今天。我是为了公司，天启就是被你们这种为了公司的人毁掉的。秦总，林雅琪那边提交了一批录音，说能证明陈总参与了全部决策。陈志远说过，苏婉太难控制。他说要把所有成果写到我名下。我有录音。苏婉太难控制，林雅琪有 AI 光环，成果就写林雅琪的。先上线，出事再说。AI 战略发布不能延期。这是断章取义，当时是特殊情况，我是为了天启战略。你为了战略，就能抢苏婉的功；为了战略，就能不做压测；为了战略，就能让用户替你们试错。对外统一口径，事故责任压到苏婉离职交接不完整上，他已经离职，最适合背锅。所以第一次支付事故，你就知道不是苏婉的责任。秦总，我只是想稳定舆论，公司当时不能再出负面消息，然后你制造了更大的负面消息。即刻起暂停陈志远一切职务，配合内部审查和外界调查。天启技术总监陈志远被停职调查，林雅琪提交录音反咬管理层。看到他塌了，感觉怎么样？没想象中痛快，只是觉得很荒唐。荒唐什么？10年系统不是被技术难题毁掉的，是被抢功、虚荣、甩锅和侥幸毁掉的。所以你才更重要，你让大家看见，技术底线不是口号。还没结束，天启的客户还没完全签出来，用户赔偿还没处理，数据泄露也还没追责。秦总，董事会希望您尽快提出挽救方案。他们建议
请苏婉回来担任 CTO。他不会回来的。可现在只有他能稳住客户。当初他在的时候，我们嫌他保守。备车，我亲自去见他。秦总，请问您找谁？我找苏婉，求她回天启。秦总，请问您找谁？我找苏婉，求她回天启。几个月前，天启高层还说苏婉是旧时代程序员，说他跟不上 AI 时代，说他离开后星河只会更快。现在天启全网事故，他们终于想起，那个被他们赶走的人才是系统真正的大动脉。秦总，云创不挖天启的人，也不送云创的人回天启。陆总，我今天不是来挖人，我是来道歉的。苏婉，只要你愿意回来，天启技术线全部交给你。陈志远已经停职，林雅琪也会被彻查。你在天启所有荣誉，我们全部恢复。该道歉的人，我让他们公开向你道歉。秦总，现在的天启不缺一个 CTO， 缺的是愿意尊重技术底线的管理层。我承认天启错了，可星河毕竟是你的心血，你真忍心看他死吗？星河是他10年的青春，也是他无数个凌晨3点从崩溃边缘拉回来的系统。天启可以对不起苏婉，可星河没有。苏公、苏姐，对不起。苏姐，我以前没敢第一时间站出来。你最后站出来了，比一直沉默的人强。这里曾经放着他的黑色笔记本，写满了星河10年的坑、补丁、事故和救命方案。可现在这里只剩一句空话 ：AI 重构未来。只要你回来，这个位置重新归你。不用了，我已经有新的位置了。星河不是死在 AI 手里，他死在你们不肯听风险提示的那一天，死在你们把演示效果放在用户安全前面的那一天，死在你们把功劳给林雅琪，把锅甩给我的那一天。对不起。道歉我接受，但我不会回去。我可以配合客户迁移，可以配合事故复盘，可以帮用户把数据安全转出，但我不会回去救一个从根上烂掉的管理体系。回去看完了？还会舍不得吗？舍不得的是过去的自己，不是现在的天启。如果天启撑不下去，星河怎么办？星河该结束了，但他留下的教训不该结束。苏公，这次太爽了！林雅琪当场爆雷，陈志远塌房，天启求你回去还被拒，这才叫真正的打脸！庆祝婉婉把海归 AI 专家人设打穿。我不是为了打脸，林雅琪会倒，陈志远会被查，天启会付代价。但如果行业没有规矩，下一个林雅琪还会出现，下一个天启也会继续拿用户试错。复仇是让一个人倒下，立规矩是让后来的人不敢再这么做。第一条 ，AI 生成代码不能直接进入核心生产链路。第二条，所有关键模块必须有人类责任人签名。第三条 ，AI 补丁必须经过回同演练。第四条，任何涉及支付、权限、数据安全的代码必须保留审计链路。第五条，不能用 AI 生成逃避法律和技术责任。这不是内部规范吗？真要公开？公开。天启的事闹到现在，行业需要一份能落地的答案。云创全力支持，白皮书用云创名义发，责任我担。这可能会得罪很多急着用 AI 包装自己的公司。那说明他们该被得罪。这不是反 AI， 这是 AI 工程化必备底线。苏婉把问题讲透了 ，AI 时代责任链比生成速度更重要。婉婉，你现在不只是技术人，你快成行业标准了。
标准不是靠我一个人，得靠行业愿意承认错误。AI 不是替罪羊，人写下提示词，人批准上线，人选择绕过验证，人就必须承担后果。凭什么？凭什么他一句话就能变成标准？真正愿意认错的人，不会把失败全推给别人。而林雅琪最后的倔强，就是继续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那就开灯。如果水印是故意买的，那是不是有点过？他是不是早等着林雅琪踩坑？偷代码当然不对，但水印是不是也该说明？真相已经很清楚，但舆论最怕的是有人把偷窃包装成被设计，把防盗说成陷阱。婉婉，我来写文骂他。不用骂，开直播。讲什么？讲水印。把代码开灯。今晚我只讲技术。第一，架构水印不会破坏系统。第二，它不影响合法使用。第三，它只在非法复制、混淆显形。它不是陷阱，是身份证。明白了，就是防盗标记。不偷就不会触发。林雅琪还想洗不动了。这个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很常见，水印不破坏功能，只标记来源，不能成为恶意攻击。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林雅琪系统里会出现原创的水印？原创不怕验证，剽窃才怕代码开灯。陆总，你看起来很骄傲啊。是，他本来就值得骄傲。林雅琪女士，请开门。关于云创代码偷取和天启线上事故，请你配合调查。知道你是否参与强推验证估价上线？你是否收应林雅琪接入线上镜像？你是否参与甩锅苏婉？林雅琪，你是否承认收买罗明，非法获取云创星链架构代码？我没有收买，那只是技术交流费用，而且后续代码都是 AI 自动生成的，我无法判断来源。这是你给罗明的转账记录，这是你私人邮箱接收代码包的记录，这是你要求 AI 深度混淆的操作日记。AI 生成的东西本来就有不可控性，我也是被 AI 误导了。AI 会自己联系罗明吗？ AI 会自己给罗明转账吗？ AI 会自己要求接入天启线上镜像吗？他曾经把所有功劳推给 AI， 现在又想把所有罪推给 AI， 可惜 AI 不会替他签字，更不会替他坐牢。天启 AI 原生架构发布方案是你签字批准的吗？我是技术总监，流程上确实需要我签字，但我并不知道林雅琪的代码来源不干净。用 AI 混淆过，昨晚认不出来，发布会必须赢，其他都往后放。接线上镜像，客户才会相信这是真东西。这段录音是断章取义。那上线审批记录呢？ AI 重构版风险提示邮件呢？你要求对外把责任压给苏婉的内部邮件呢？苏工，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做技术了？你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但如果你还想做技术，就记住这一次：代码不是筹码，信任也不是。我会配合调查，该怎么处理，我都认。云创会按制度处理你，但你保护证据，配合调查，公司会如实说明。谢谢。苏婉不是原谅罗明，他只是知道真正的规矩不是把人一脚踩死，而是让每个人都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代价。林雅琪涉嫌侵犯，陈志远涉嫌违规上线星链代码窃取案正式立案。终于立案了，这不是职场宫斗，这是重大技术事故。 AI 不是免罪金牌，苏婉说的对，责任不能自动生成。秦总，董事会要求启动破产重组预案。天启撑不住了。由于多次重大系统事故、数据泄露、客户集中解约以及监管处罚，天启科技将启动破产重组程序。天启不是一天倒下的，它倒在每一次侥幸里，倒在每一次把风险往后推里，倒在每一次不听专业只听包装里。我会辞去 CEO 职务，管理层会接受全部调查，对所有受影响用户和客户，天启会按监管要求赔付。对苏婉，我欠一句公开道歉。
对所有被管理层错误决策拖累的员工，我也欠一句道歉。苏姐，我没想到天启真的会走到这一步。系统会留下日志，公司也一样，每一步错误都会积累，直到没有办法回拨。我以后还能做技术吗？你想做吗？想。以前我以为技术只要把代码写好就行，现在才知道沉默有时候也是帮凶。云创有面试，不是照顾你，能不能进看你本事。我会凭本事进去。如果上级要求你在未完成压测的情况下上线，你怎么办？拒绝，并留下书面记录。如果仍被强推，我会向更高一级风险委员会报告。如果因此丢工作呢？那就丢，总比丢掉用户数据强。有些人经历过一次沉默的代价，才知道开口有多重要。周子恒不是完美的人，但他已经知道下一次该站在哪里。前天启的人能信吗？云创不看出身，看制度和结果。他如果违规，一样走人；他如果守规矩，就是同事。我会守住星链。天启客户前移已经进入尾声，下一步该正式发布星链了。那就发布真实故障演练，不做花架子。这次该轮到你站上自己的发布会了。云创发布会后台，工作人员来回忙碌。苏婉站在后台，看着屏幕上的流程表，神色平静。周子恒抱着一沓运维报告，紧张到手心出汗。苏姐，真的要现场跑3轮故障演练吗？万一出一点差错，媒体会放大10倍。系统不上线也会出错，与其把风险藏起来，不如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他能扛。别人发布会都是放 PPT， 你倒好，直接当众拆服务器。怕吗？怕，所以准备了3个月。那就上台。今天不是证明你比林雅琪强，是证明云创的系统配得上客户信任。发布会主厅座无虚席。星链不是一个永不出错的系统，世界上没有这种系统。星链真正要做的是出错时不扩散，故障时能自救，责任链清楚到每一次修复都能追溯。台下媒体开始记录。今天不放概念片，我们做3轮故障演练。现场故障演练，这也太冒险了。如果真跑通，这比任何宣传都硬。第1轮，主服务器导机，开始。大屏切到实时监控界面，周子恒站在运维控制台前，深吸一口气，模拟主服务器导机。台下所有人屏住呼吸。灾备节点接管成功，用户登录无中断，订单查询无中断。7秒接管，而且没有丢权限状态。服务器会坏，真正重要的是，坏了以后用户不能跟着坏。第2轮演练开始，模拟突发流量暴增10倍。核心交易链路稳定，非核心推荐服务降绩，用户无感切换完成。第3轮演练紧接着开始，这一次全场最安静，这正是天启最先爆掉的地方。重复扣款、订单错乱、补偿失败，也是苏婉最早提醒过，却被他们嘲笑老旧的地方。星链自动拦截重复提交，异常支付进入隔离队列，清算补偿不扩散到主订单链路。3轮全部通过，支付未重复扣款，订单状态一致，补偿日志完整。苏工，经过天启事件后，很多人说 AI 开发不可靠，你怎么看？不可靠的不是 AI， 是不验证就上线的人，不签责任就发布的人，出事后把锅推给 AI 的人。星链也会使用 AI， 但在云创 ，AI 是助手，不是替罪羊。苏工，协会希望邀请你参与下一版 AI 工程安全标准制定。你的人机共生架构守则不该只停留在云创内部。接下来你要立的就不是云创的规矩了，是整个行业的规矩。AI 工程安全标准制定会议，苏婉坐在专家席，面前放着人机共生架构守则修订稿。今天讨论的核心是 AI 生成代码进入生产系统的安全边界。
苏工的守则太严格，如果每个 AI 生成模块都要人工审查、签名演练，那效率还怎么提升 ？AI 时代讲究快，过度审查会让企业错失市场窗口。他们不是不知道天启为什么倒下，他们只是觉得倒下的是天启，轮到自己时，也许能赌赢。苏婉打开天启事故复盘图，天启也觉得自己不能错过窗口，所以他们跳过压测，跳过灰度，跳过责任签名，最后，他们错过的不是窗口，是生存机会。可不是所有公司都会像天启那样失控，所以标准不是为了限制守规矩的人，是为了让不守规矩的人不能把用户当试验品。AI 生成代码可以快，但进入支付、权限、医疗、金融这些核心链路之前，必须经过人工责任确认。速度不是免死金牌，用户损失也不是创新成本。会议中场休息，一个年轻工程师怯生生走到苏婉面前。苏工，我想问一个问题 ：AI 越来越强，我们这些普通程序员以后还有意义吗？有，但意义会变。怎么变？以前很多人靠记语法写重复代码生存，以后这些部分会越来越少。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理解系统边界，是否知道错误会流向哪里，是否敢在错误上线前说不。AI 会让会敲代码的人变少，但会让真正懂系统的人变得更重要。会议进入最终表决。关于 AI 工程安全责任链标准草案进入表决。草案通过，苏婉松了一口气。苏工，后续我们希望你能继续参与标准落地培训。你现在真成行业老师了，老师不好当，尤其是教一群不想写作业的人。夜晚，云创办公室灯火通明，陆时燕拿出一份计划书。我们可以把标准训体系化，不只给企业，也给年轻工程师。你来做第一讲。第一讲讲什么？你最想讲的。第二天，苏婉在白板上写下标题 ：AI 时代，架构师到底还剩什么？林雅琪案开庭时间定了，他申请让你出庭作证。苏工，你今天会原谅林雅琪吗？你觉得天启不是骗子，还是 AI 浪潮的牺牲品？天启事故后，你对他个人有什么评价？请让一让。他不是 AI 浪潮的牺牲品，他是把 AI 当成遮羞布的人。今天我只讲事实，不讲情绪。林雅琪曾经最喜欢被镜头包围，可今天所有镜头都在等她的人设彻底落地。林雅琪，你是否承认非法获取云创星链部分架构代码？我承认拿了代码，但我一开始只是想证明我不是空壳。我回国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是海归 AI 专家，公司捧我，媒体捧我，陈志远也需要我，不能输。一输，他们就会发现我根本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后来我就越来越不敢停了。证人苏婉，请陈述云创星链代码外泄和架构水印相关事实。星链系统由云创独立开发，外泄代码来自罗明月全访问的边缘模块。架构水印在合法使用时不会触发，只在非法复制混淆深度运行时显形。林雅琪发布的天启 AI 原生架构触发了云创水印。苏婉，你是不是很得意？你看我从台上摔下来，你是不是很痛快？我不为你崩塌得意，我只庆幸用户没有为你的虚荣付出更大代价。如果我当初真的跟你学架构，而不是急着证明自己，会不会不一样？会，但人生没有回滚键。系统有回滚，人生没有。有些错误一旦上线，就只能承担后果。不舒服？只是觉得可惜。他本来可以真的成为专家，但他太急着扮演专家了。走吧，还有一个人没结束。陈志远案下周开庭，他到现在还说自己只是运气不好。蠢货，真正毁掉天启的人不是我，是苏婉。陈志远，你是否承认强推未压测系统上线？我不承认强推这个说法，当时是公司战略需要，我作为技术总监只是在执行管理层决策。先上线出事再说 ，AI 战略发布不能延期。苏婉已经离职，锅可以压他身上。
这是断章取义。我说那些话是为了稳定团队。AI 重构版上线审批人陈志远，线上镜像接入审批人陈志远，事故甩锅公告审核人陈志远。苏婉，你敢说你没有私心？你离开天启后加入云创，抢客户、抢市场、抢舆论，你就是想毁了天启。百川离开是因为支付事故，华鑫离开是因为数据泄露，客户不信任天启是因为你们一次次把风险推给用户，不是我毁了天启，是你们把天启推下去。如果你当初把所有容灾笔记都交出来，天启不会这样。我教过风险提示，教过储源码、基础文档，你们说有 AI 不需要我的手写笔记。陈志远，别把自己的傲慢包装成别人的责任。你现在满意了？天启没了，林雅琪完了，我也完了。你赢了。我没赢，用户的钱和数据受损了，天启老员工失业了，星河也死了。少装清高，你不过是运气好，站在了正确的位置。你不是输给我，也不是输给 AI， 你输给了你自己对技术的轻视。你把架构师当成可以随便替换的螺丝，把用户当成可以承受试错的数字，把责任当成可以甩出去的锅，所以你输是必然。苏姐，星河真的要停了，你会难过吗？会。他陪了我10年，但系统也有寿命，该结束的时候就要干净结束。他不是删除过去，他只是终于把自己从天启的旧系统里解绑了。走吧。明天云创产品会还有一场内部复盘，结束后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哪里？一个最早画出星链的地方。这张图还没擦。我让人留着，这是星链开始的地方。他从天启离开时带走的不是源码，是能力，是判断，是底线。而云创给他的也不是一个职位，是信任。还记得你第一天来云创吗？记得，你给了我最高机构权限。那天我其实也紧张，我怕自己压错人，但后来我发现我压的不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愿意为系统、为用户、为真相负责的人。陆总，这是项目复盘还是需求变更？都不是，是长期合作申请。苏婉，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赢了林雅琪，不是因为你救了天启，也不是因为你让云创成了行业标杆，是因为你被否定、被抢功、被甩锅之后，仍然没有变成一个只想报复的人。你还愿意相信技术，愿意相信规矩，也愿意相信有人能一起把事情做好。所以苏婉，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做一个终身版本？陆总，这比喻也太技术了吧？你懂什么？这叫精准投放。苏总会答应吗？废话，你没看他都没纠正终身版本的需求边界吗？陆总，我确认几个问题。你问。长期合作是否支持双向沟通？支持。是否允许版本迭代？允许。是否尊重技术负责人意见？永远尊重。如果系统出现故障呢？一起修。那我同意上线。上线成功！恭喜苏工，恭喜陆总！你们什么时候在外面的？从长期合作申请开始。既然都在，那明天加班取消。敬苏婉，事业封神，爱情上线。他曾经被人说跟不上 AI 时代，曾经被抢走成果，被扣上旧时代的帽子。可现在，他站在了自己的系统前，自己的团队里，自己的未来旁边。接下来，该教他们真正的人机共生了。预约10万，在线20万。婉婉，你现在真成技术界顶流了。顶流不顶流不重要，他们今天能记住一条底线就够了。他曾经被人说跟不上 AI 时代，可现在，最想学会怎么使用 AI 的人，都坐在他面前。AI 可以替你写代码，但不能替你承担责任。苏老师 ，AI 现在越来越强，以后普通程序员是不是都会被淘汰？
会被淘汰的不是程序员，是只会复制答案，不知道答案为什么对的人。这段代码 AI 写得很漂亮，函数名清晰，注释完整，测试样例也通过了。看起来没问题啊。因为样例太干净。AI 给了一个看似正确的答案，但他不知道，这个答案放进支付系统里，会让用户的钱被扣2次。苏老师，如果公司要求我们直接上线 AI 生成模块，我只是个新人，我该怎么办？第一，写下风险；第二，发给直属负责人并抄送项目责任人；第三，要求留下上线审批记录；第四，如果对方仍强推，你至少不能让自己变成沉默的帮凶。可如果因此丢工作呢？工作可以再找，用户数据丢了，用户的钱错了，事故发生了，后果不会因为你是新人就消失。5年前的周子恒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时他沉默过。现在，苏婉希望这些年轻人能更早学会开口。那孩子有事儿。你叫许之行吗？我在明耀科技实习，我们老板准备今晚全量上线一个 AI 生成的风控模块，可我发现它的异常拦截逻辑有问题。你写风险记录了吗？写了，但项目经理说，我听了你的课，开始学会吓唬公司了。把你的风险记录发给我，今晚我陪你看一眼这个系统。它能识别一部分异常订单，但在高频退款、跨地区下单、夜间批量交易这3种场景下，会误判正常商户。误判后会怎样？冻结商户账户，最长24小时。24小时对系统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对小商户来说，可能是一整天无法收款，可能是一家店的现金流断掉，可能是一次无法解释的信用污点。你把这些写进风险邮件了吗？写了，但项目经理说 AI 模型会自己迭代。拿用户的钱包给模型迭代？只要这个 AI 风控上线，我们就能抢在同行前面拿到新一轮融资，市场窗口只有这一次。贺总，风控模块还没有完成边界测试，如果误动正常商户，会造成投诉和赔偿。许之行，你只是个实习生，别听了几节网课就真以为自己是苏婉了。年轻人，企业发展不是做课堂作业，你们技术要学会服务商业，而不是阻碍商业。商业也不能拿用户试错。今晚照常上线。明耀科技今晚发布全 AI 自动风控系统，无需人工审核，风险识别效率提升100倍。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天启当年也是这么说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天启的教训，只是觉得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启。那我们要公开提醒吗？先不要把事情做成舆论战。联系明耀，要求做第三方安全审计，如果他们拒绝，再公开风险。我来发函。各部门注意，还有10分钟，系统正式上线。好的，贺总。苏老师，他们还是要上线。他们不只是没做边界测试。什么意思？他们连人工解冻流程都没留，一旦误动商户 ，AI 不解除，人工也解不了。正常商户异常冻结，137家，投诉量暴增。出事了！商户投诉已经超过2000条，有商户说账户被冻结，店里收不了款。解读按钮点不了，系统提示 AI 风险判断不可人工覆盖。谁负责这个模块？是他，边界测试是他做的，风险评估也是他负责的。我写了风险邮件，我提醒过不能上线。提醒？我怎么没看到？现在系统出事儿，你想把责任推给公司？当事故没发生时，风险提醒是拖后腿；当事故发生后，提醒风险的人最容易变成背锅的人。
几位是？云创科技，我们受许知行工程师委托，提交第三方技术风险材料。苏婉，这是我们明耀内部事故，你来做什么？你们的系统误动了正常商户，已经不是内部事故了。我们会处理，不劳云创插手。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把责任推给一个写过风险邮件的实习生？许知行提醒过3点：第一，异常边界未完成测试；第二，误动商户无人工解冻方案；第三， AI 风控结论缺少人工责任签名。系统有责任签名？有。你们让 AI 给 AI 签名，这不叫责任链，这叫自欺欺人。贺总，天齐倒下时，行业已经学过一次，别再拿用户试错了。现在怎么止损？第一，暂停 AI 风控自动冻结；第二，开放人工解冻；第三，按交易金额和误动时长补偿商户；第四，对外承认系统上线流程错误，而不是甩锅工程师。承认错误，公司估值会受影响。不承认，明天你就会变成第二个天齐。照他说的做。苏工，明耀事故是不是证明 AI 系统仍然不可靠？不是，它证明了一件事：不可靠的永远是想逃避责任的人。欢迎来到云创。第一堂实训，写事故复盘。我刚因为写风险邮件被辞退，现在又写复盘，就是因为你写过风险邮件，所以更要写复盘。风险提醒不是为了自保，是为了让下一次事故少死几个人。周老师，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吗？遇到过，而且我第一次没有做好。周子恒曾经在天启沉默过，所以他比谁都知道，一个年轻工程师第一次开口需要多大的勇气。今天不讲成功案例，讲你们最可能遇到的失败。第一，留下记录；第二，保护用户；第三，不要把自己变成恶人手里的工具；第四，不要期待每一次开口都有掌声。那如果开口后还是被辞退呢？那至少你知道，事故发生时，你没有帮它发生。林雅琪寄来的。我以前一直以为我输给你是因为你比我幸运，后来我才明白，我输给你是因为你敢承认自己不知道，而我一直在假装自己什么都懂。如果有机会，我想听一听你的课，你会回吗？不回，不原谅，但课程是公开的，他愿意听就听，听完以后怎么还债是他自己的事。苏婉没有义务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人，但他也不会把知识变成新的高墙，因为真正的规矩是给所有还愿意改的人看的。行业协会、几所高校还有10几家公司都想把你的课程纳入培训体系，你会很忙。你现在后悔求婚吗？不后悔，只是我得提前申请你的日程权限。陆总，这属于越权访问。那我走审批流程。苏婉打开课程平台后台，
课程地图上多个城市同时亮起。这是我们的第一步。1年后，天启正式完成清算，那栋曾经挂满 AI 战略横幅的大楼终于被拆除，星河系统也被永久归档。苏姐，天启真的没了。会难过吗？会，但不是为天启难过，是为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难过。走吧，你的课快开始了。紧张，紧张。我以前以为能进大公司能写代码就算成功，现在才知道能在该说不的时候说不也是一种本事。这句话，等下你自己讲给他们听。今天这节课不讲林雅琪，不讲陈志远，也不讲天启，我们只讲一件事：当 AI 越来越强，人应该站在哪里？所以 AI 时代，人不是退场，人是回到最该站的位置，定义边界，确认责任，保护用户。苏老师，如果未来 AI 真的比我们更聪明，那我们还剩什么？剩下选择，选择不把未验证的代码推给用户，选择不把错误包装成创新，选择不把责任推给工具，选择在所有人都说快点上线的时候，问一句：出了事谁负责？当初那个差点被甩锅的实习生，如今成了新的讲师。当初那个被赶出天启的架构师，如今站在更大的讲台上。这不是复仇的终点，是新规矩的起点。苏老师，今天讲得很好。陆总，夸奖请走正式反馈流程。那我现在提交一个长期好评。曾经，他们说苏婉跟不上 AI 时代。后来，整个行业都跟着他重新学会该如何使用 AI。海归精英人设崩了，天启大楼拆了，可真正的工程师站起来了。AI 可以生成答案，但人必须承担答案的后果。